这才是捉迷藏最极致的隐身方式。8个成年人将极限伪装隐藏在小学生的校园内，只要躲过300名学生长达2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整个学校的面积共有2万多平，而主场开战的小学生又非常熟悉场地，8名玩家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本次比赛。1号玩家阿诺酱发现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装有排水管和通风箱，他决定在电梯入口处的墙壁上复刻一个新的水箱，留出的空间足可以装得下一个人。而且小学生一般不会触碰硬件设施，但是外面30度的高温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2号玩家粗品也找到了藏身之处，他看到3楼的电梯口非常宽敞，如果做一个假电梯藏身也毫无违和感。而且学校规定小孩不能使用电梯，他可以放心大胆地改造了。1:1复刻的按键非常逼真，只有同时按下2个按钮才能打开电梯门。他故意将线索留在电梯使用说明上，小学生不坐电梯也不会特意去查看。粗品的隐藏技巧如此之高，能不能骗过小朋友的眼睛啊？3号玩家松尾本打算藏在不起眼的轮胎里，但他弯不成180度的灵活嵌入，只能在旁边并排放个一模一样的做伪装。他没有完全藏起来，而是把头部露在外面，用锅底灰把脸部涂成黑色贴合轮胎的内部。化妆师将轮胎呈现出该有的痕迹和质感，再把地面的湿土完全遮盖住。松尾藏的不露痕迹非常隐蔽。4号玩家赛亚在图书室更换了一台管理员的书桌，从外面看几乎没有差别，但是里面却能藏得下一个人。只有拿开桌面上堆积的书本才能发现线索，而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才是真正的入口。赛亚对自己的设计很有信心，他藏在里面可以安息了。5号玩家刚布准备在实验室添加一张一模一样的实验桌，他提前查看过课程表，今天没有实验课也就不会有人触碰它。唯一的破绽就是胶带贴住的号码牌，只有撕开它按下按钮才能找到它。但是小学生的心思很难预料，可能没有人会发现吧。6号玩家秋山看到2间音乐室的中间有一扇上锁的后门，而且倾斜的墙壁足可以建造密室。他将门的位置往前移动了20公分，中间的夹角也能藏得下一个人，只有通过下面的小窗口才能找到他。但是这个位置一般人不会去碰。秋山坚信小学生没有那么聪明。7号玩家菊田穿上绿色的伪装衣，就爬上了体育馆的2楼，这里没有入口，也不会有人上来，他只要躲在绿色渔网的角落处就能完美隐身。小学生的身高和视线也很难发现，正所谓越危险的地方可能会越安全。8号玩家向井在杂物间扩建了一面新墙壁，他就藏在2面墙壁的中间，这里本来就很凌乱，也不会有人注意空间的大小，而唯一的出口就在纸板箱的最下面，只有钻进去才能看到夹缝中的新世界。他的脑洞最为逆天，没有被驴踢过是绝对想不出来的。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所有的学生早已迫不及待要开始搜捕了。他们有20分钟的寻找时间，如果找到8位玩家就能瓜分100万奖金。主持人开始倒计时。学生们疯跑着来到学校的各个角落开始寻找，这里是他们熟悉的场地，想找人岂不是轻轻松松？但是遇到大师级别的伪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。每个小孩都很重视本次的比赛，他们在杂物间仔细的翻找，没有人发现空间变小了，只有2位男生不放弃继续扒拉。墙缝里的向井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而外面的松尾就比较轻松了，有人来了就闭上眼睛。这么不起眼的轮胎甚至没有人会去多看一眼。3楼的电梯不停的有人经过，但都没有发现异常，只有一位小男生注意到角落的空间比平时变窄了，随后引来更多的学生驻足查看，越看越不对劲，尤其是电梯按钮的形状明显不一样。同学们你按一下我按一下，竟然触动了开关。只用了3分钟17秒就找到了粗品，他被淘汰了。体育馆的菊田藏得战战兢兢，他看到下面的小学生乌泱乌泱地跑过，但都没有抬头往上看，不知道这份安全还能持续多久。再看秋山这边，一名小学生正准备打开后门，发现锁住就跑开了，好险呐！每一次都近在咫尺，每一次又完美避开。但体育馆的菊田还是被眼尖的学生发现，成为了第2名淘汰者。只用了5分钟就找到了2个人，学生们的自信心瞬间提升。一位男生在冈部的头顶翻来翻去，竟然又一次错过了，甚至有人重重的锤击了桌子，都没有发现猫腻。现在的熊孩子都这么虎吗？轮胎里的松尾一会睁眼一会闭眼，灵活切换着各种形态，殊不知路过的小学生已经发现了他。松尾坚持了7分钟30秒也被淘汰了，他们找到了3个人，剩下的5个人藏哪去了？这时黑衣服男孩快速跑向阿诺酱的旁边，仔细看了一会并没有发现异常又走了。阿诺酱有惊无险，赛亚的桌子被学生们敲来敲去，就算听出了声音有些不一样，但却没有人相信这里面会藏人。另一边的绿衣服女孩好像发现了新的线索，她记得这里是空的，没有放桌子，而且用胶带贴的号码牌也太草率了吧。当学生们撕开贴纸打开暗格时，就看到了猫在里面的冈部，又淘汰一个人。
时间过去了10分钟，下半场的搜捕不会那么轻松了。这时，一名小学生拉动了秋山的门把手，还是打不开就跑了。这名女生好像发现了端倪，但她只翻了一下书架又走了。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，他们永远也想不到这群老六的脑回路。向井的杂物室迎来一波接一波的小学生，这里好像更适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会藏在哪里。4分钟后，两位女生在赛亚的桌子旁翻来翻去。当她好奇地掀开堆积的书本时，才发现最后一本书被固定住了。终于找到了赛亚，又淘汰一人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他们必须加快寻找的速度了。终于，白衣服女孩发现了音乐室的后门角度不对，而且还看不到对面的教室了。这里面肯定藏着人。小朋友很快就找到了打开的方式，淘汰了秋山，只剩下最后2个人了。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他们俩藏身的地方最难发现，尤其是阿诺酱的位置，至今没有人怀疑。但是向井的杂物间不断有人进来翻找，每次翻到一半就走了。看到这一群天真的小孩，节目组还是给出了一点线索，提醒他们向井就藏在这间杂物间里。有了这个线索，孩子们继续翻找。小男孩一手掀开纸板箱的底部，看到了最下面的入口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0秒钟，他赶紧跳进去钻入密室里面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超了几秒钟才找到了向井。小学生队伍挑战失败，恭喜阿诺酱和向井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得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寻找者，有信心能全部找到他们吗？这才是捉迷藏最逆天的隐身方式。8个伪装大师将极限隐藏在学校里，只要躲过1000名高中生长达2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反之，奖金就归学校所有。1号玩家冈部在杂物间发现一大捆粗麻绳，将其卷成筒状，就能不留痕迹地藏在里面。而且凌乱的麻绳从视觉上就不会让人怀疑。冈部的藏身方式堪称教科书级别。2号玩家秋山在仓库的后墙上延伸出新的墙壁，隔出的空间足可以藏得下一个人，再用同样的颜色粉刷遮盖，谁会在意一面冰冷的墙壁呢？3号玩家赛亚把目标选在了学校食堂，他将门口的自动售货机扩大了1倍，根据身高体重预留出足够的空间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里面了。而且学生们更偏爱档口现做的美食，自动售货机已经没人使用了，赛亚很有信心能藏到最后。4号玩家松尾在图书室也找到一个好地方，他将管理员的电脑桌更换为可藏身的机关箱，而露出的头部恰巧用电脑遮盖，这1比1复刻的动态壁纸几乎能以假乱真。松尾的灯下黑，你觉得可行吗？5号玩家粗品在工具室发现一排缝纫机，他将原来的桌子替换成可以藏身的桌子，只有拿开缝纫机的盖子才能找到它。这么冷门的工具一般人不会去碰，粗品认为藏在这里非常安全。6号玩家菊田准备藏在游泳池的角落里，他将全身涂满颜料贴合池底的颜色，只要在水中一动不动就没人能找到。7号玩家宫敬在走廊的尽头添加了2个储物柜，加上地板的高度正好可以塞得下一个人，而且目测柜子的容量很小，一般人不会想到里面能藏人。8号玩家中村在多媒体教室发现一处隐蔽的角落，他要砌面墙把自己封在墙壁里，从外面看一点痕迹也没有。凭空消失的中村谁能找到呢？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被集合在一起的1000名高中生即将开始暴走模式，20分钟之内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学生们在熟悉的校园里飞奔，想要找到区区8个人还不是轻轻松松。但是藏身的各位可是顶级玩家，就看他们的脑回路能不能跟得上了。图书馆的松尾淡定地充当壁纸，学生们乌泱乌泱地从旁边跑过，没有一人注意到管理员的尴尬表情。再看粗品那边，有位女生明明碰到了缝纫机，就是没有打开盖子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赛亚的自动售货机非常低调，甚至不会有人回头看一眼。而杂物间的冈部藏得心惊胆战，他的身边不停地有人进来翻找，每次都碰到了麻绳，但是每次都没人扯开，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。1000名学生分散在学校的各个角落，他们都在很努力地寻找。泳池里的菊田隔一会就要出来换气，而学生们跑来跑去，始终没有发现他。菊田的伪装技巧也太高了。再看宫敬这边，2位男生一直跑到了走廊的尽头，突然多出的储物柜越看越不对劲，而且这个位置他几乎每天都来，以前也不长这样啊。宫敬被淘汰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第1个人。时间过去了4分钟，所有人都在紧张的搜捕中。这时，一位戴眼镜的男孩径直跑向了管理员的方向，上下看了半天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。难道配的眼镜不够清楚吗？但是后面的2位女孩眼神好使。他们终于找到了松尾，又淘汰1人，剩下的6位玩家紧张的手心冒汗。这群高中生也不全是近视眼。再看餐厅这边，2位女生在自动售货机旁停留了半天，她们发现投放纸币的出口被封死了，以前明明是开放的，难道有人动了手脚？赛亚也被找到了，只用了6分钟就找到了3个人，果然是人多力量大。
游泳池里的菊田灵活切换着水位，他时不时的就露头换气一下，这种体验既紧张又兴奋。另一边的多媒体教室聚集了很多的学生，其中2个女孩掀开幕布，发现了隐蔽的角落，这面墙壁怎么还翘边了？听声音好像是空的。中村紧张到手脚发抖，还是没躲过被找到的命运。这位女生的观察力很强，中村也被淘汰了。菊田在水中躲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，她的自信心爆棚，也变得越来越大胆，有人的时候也敢出来换气。终于被眼尖的学生发现，失去了比赛资格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1分钟，还有3个人没找到。秋山的后墙终于迎来了第1位学生，但他只翻了一下石头就走了。这个位置隐蔽的有些落寞。再看粗品那边，一位细心的女生发现桌子的厚度跟以前不一样，但是独立排放的缝纫机能藏人吗？她甚至怀疑自己异想天开。粗品心跳加速，祈祷他们赶紧离开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围了上来。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桌子呢？直到一位男生无意中打开盖子，才发现了粗品的藏身处。他们又淘汰1个人，这时时间还剩下8分钟，还有2个人没找到。学生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，他们依然激动地寻找着。冈部的杂物间非常热闹，这里很凌乱，似乎更适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会藏在哪里。秋山的后墙也出现了很多的学生，但他们也仅仅是看一眼就走了。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，学生们翻箱倒柜，几乎找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，而冈部和秋山顶着35度的高温一动不动，时刻紧绷的情绪让人汗流浃背。但是为了奖金，还能再忍一忍。这时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冈部头顶的麻绳被翻来翻去，眼看就要被扯开了，却突然被另一个女生扰乱了方向。好险呐，差一点就被找到了。很快只剩下最后1分钟了，他们找不到剩余的2人，也变得紧张起来。到底藏哪去了？就差没有掘地3尺了。这时短发女生终于发现了后墙的墙壁是空的，但她一直找不到出口，在周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直到比赛结束才有人找到了出口。但是为时已晚，他们超出了比赛时间。秋山和冈部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1000名高中生输的口服心不服，他们终究是比不过伪装大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有信心能找到他们吗？